上回说到，乌索普三人为了躲避僵尸，闯入了霍古巴克医生的宅邸，见到了乔巴的爱豆霍古巴克医生本人。短暂交流之后，娜美就发现霍古巴克这个人不对劲儿，面露凶光，而且谎话连篇，肯定不是什么好人。他的官邸和外面的墓地一样，阴森恐怖，充满了死亡。娜美和乌索普、乔巴商量，晚间找机会逃跑。另一边，路飞小分队也登陆了恐怖小岛，有路飞在恐怖的地方也能笑点不断。路飞一行人先是遇到了僵尸版的第三头犬，被路飞一拳头打得没了脾气，变成路飞的坐骑，一路垂头丧气，被迫随路飞一行人春游，甚至走在队伍前面四处寻找娜美。不知不觉，一行人走到了浓密弥漫、阴森恐怖的森林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这里是让人毛骨悚然的僵尸岛；对于路飞来说，这里简直比迪士尼还有乐趣。走着走着，路飞就看到了一棵长着人脸的大树和一头僵尸独角兽在喝酒。路飞愣了一下，随即和弗兰奇二人追了上去，吓得大树丢了酒杯，疯狂逃命。索隆很无奈，路飞，你抓他们干嘛？山治低声说道，我有一种不好的感觉。路飞按住大树喊道，你们和我一起做海贼吧。这种可怕的想法被索隆他们当即打消了。难道我们是什么奇怪的收容中心吗？专门收容各种奇形怪状、似人非人的生物？一行人继续赶路，路飞十分期待，这个地方可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谁知道接下来还会碰到什么好玩的东西？罗宾敏锐地观察到，这个森林里所有奇怪生物都有3个共同特点：绷带、缝痕，还有刻在身上的编号。由此可以推断，这个地方应该是有人在管理他们。在黑暗森林中，看起来不那么普通了。一行人走着走着，听见森林深处传出一声诡异又空灵的声音，接着大家就看到了几个幽灵出现在半空中。这幽灵和他们在桑吉号上看到的幽灵一模一样。路飞兴奋地跳起来，操起网兜要去抓一只来养。不过这可是货真价实的幽灵，没有实体，网兜是套不住的。弗兰奇使出大火球之术，然而也并没有什么卵用。幽灵接连攻击弗兰奇和路飞，而刚刚那股兴奋劲儿瞬间消失，突然倍感消极，跪在地上谴责自己的无能。罗宾怀疑这种幽灵有让人消极的奇怪能力，索隆一脸不屑，就是因为他们平时意志不坚定，才会被这种小儿科的东西玩弄。一只幽灵穿过索隆的身体，索隆跪倒，再自责地说道：好在幽灵没有再继续攻击，玩够了就飘走了。幽灵离开后，路飞他们就恢复了意志，甚至大声嘲笑索隆，这个事情承包了我1年的笑点，狗都看笑了。索隆气得满脸通红，回头痛骂。那几个幽灵之前在船上就出现过一次，时不时的出来冒个泡，甚至分析他们大概是某些人派来监视他们这一行人的。问题是什么人在背后操纵这些呢？一行人走出了黑暗森林，来到了之前差一点把乌索普他们干崩溃的墓地。路飞很开心，这种看到的地方太有春游气氛了，我们就在这里吃便当好了。甚至大骂，你好像有点什么大病，在这种地方吃饭，再好的饭也难以下咽。路飞耍起脾气，我偏要在墓地里吃饭。这时身后传来僵尸的低吼声，路飞转过头，看到一只僵尸缓缓爬出坟墓。路飞平静地走过去，将僵尸老婆塞回坟墓。只有一个身受重伤的老人家。僵尸一听就火了，看到僵尸这么平静，是不是太不尊重人了？太不尊重僵尸了！老僵尸咆哮一声，墓地里窜出了一大群僵尸，呜呜喳喳，要给路飞等人一点颜色瞧瞧。路飞一下子就乐了，你早说要干架呀！我这个人没别的爱好，除了干架就爱干架。路飞一伙集体放招，6·1倍力合体招式，把僵尸群摁在墓地里就是一顿揍。揍完之后，气氛就变得和谐了很多。僵尸们集体跪在路飞面前，乖得像一群缠着绷带的宝宝。路飞打听了一下乌索普3人的下落，僵尸们谎称那3人刚刚经过了这里，但是并没有袭击他们。路飞捏了捏手指关节，本海贼王让你们说实话。僵尸们一下子就把袭击乌索普3人的事情全招了。路飞一伙人又把僵尸群狠揍了一番，接着向霍古巴克的城堡走去。走着走着，后面赶上了一位提着灯笼的老头，虽然他看起来很像僵尸，但确实是一个身受重伤的老人家。老人家一见到路飞就跪了。刚刚路飞一会儿很多僵尸的暴力场面，老人家从头看到尾，大呼过瘾，对路飞等人的实力深信不疑。他追上来是希望能求路飞一伙人帮助他，求你们去打败一个人，只要打败了他，所有人都会得救的。只要能找回影子，任何酬谢都可以。一提到影子，他就想到了骷髅人布鲁克。路飞蹲下身子仔细一看，老人家果然也没有影子，连忙向老人家打听细节。老人家告诉路飞，岛上有个名叫莫利亚的人，就是他夺走了大家的影子。莫利亚，路飞眉头一皱，这个名字可不简单呀。此人原名月光莫利亚，原来的悬赏金在路飞之上，现在之所以不被悬赏了，是因为他现在是王下七武海中的成员。七武海，大家都呆住了。提到七武海，大家就想到了鹰眼、多弗朗明哥、老沙这种级别的怪物，所以说夺走布鲁克影子的那个人也是个怪物吗？老人家告诉路飞，你们被引诱到这里，说明莫利亚已经盯上你们了。索隆一愣，想起来在海里捞起来的刘尊以及布鲁克和他们说过的话，所有的事情这下子就明了了。看来所有这一切诡异的事情，幕后的操纵者就是这个莫利亚。老人家一边流泪一边讲述事情的来龙去脉。
原来中了莫利亚陷阱的除了他之外还有很多人。失去了影子的他们，要么徘徊在这个到处都是僵尸的黑暗森林里，要么就出海，过着躲避阳光随时可能化为尘埃的日子。死亡随时都会轮到他们。老人家哭着祈求路飞一伙人能够帮帮他，至少在死之前能争取一次活着的机会。路飞露出阳光般的笑容，一口答应了老人家的请求。霍古巴克的宅邸中，娜美洗澡的时候发觉有人偷看，大声尖叫并奋力抵抗，把来犯者赶跑。这是一个拥有隐身能力的隐身人，被发现后遭到乌索普的攻击，引起了小小的骚动。对于这种事情，霍古巴克早就见怪不怪。此人名叫阿布萨罗姆，这个老色批总是以找新娘为借口，溜进浴室去偷看留宿的女人洗澡。从身材上来判断自己的新娘人选，阿布萨罗姆现身身形，告诉霍古巴克说：“我很中意那个女人，我要让她做我的新娘。”霍古巴克没有同意，那个女人是个悬赏犯，不能交给你。这时，在两人身边出现了一个幽灵，幽灵对两人说：“这座岛上来了6个悬赏犯，其中一个有1亿，船长价值3亿。”阿布萨罗姆愣了，3亿？能让政府开出3亿悬赏金，对方一定不是普通的海贼。霍古巴克倒是满不在乎，看来啊，今晚接了个大活，别在乎那些女人了，把精力放在猎物身上。阿布萨罗姆，关于岛上是否有幽灵的问题，乌索普和娜美争执不下。乌索普因为过于害怕，心里对僵尸、幽灵这些灵异的东西竭力否认。这个岛上任何东西我都不相信，包括娜美的裸体，这一切一定是幻觉。乔巴对霍古巴克过于崇拜，既然霍古巴克说过他在进行僵尸研究，那么这个岛上的僵尸应该就是真实存在的。乔巴决定去找霍古巴克详细谈谈，解开他们心中的迷惑。三人来到刚刚与霍古巴克见面的大厅，发现这里漆黑一片，霍古巴克早就不在这里了。阴森森的大厅里，从外面反射进来的月光照射在墙壁上，不管是艺术雕塑还是挂画，每一个东西看上去都是那么瘆人。黑暗中划出2道火光，将大厅的蜡烛点燃。那只抛弃乌索普3人的蝙蝠出现在了大厅的吊灯上面。由于之前的经历，三人对蝙蝠小哥完全不信任。蝙蝠小哥邀请三人回去房间休息，娜美一口拒绝，扬言他们马上就要离开这个鬼地方。这时，空荡荡的大厅里传出一个女人的说话声音，数落蝙蝠小哥不称职。乌索普3人搜寻了一圈，将目光定格在了墙壁上。这个女人的声音是从墙壁的一幅画上传出来的，也就是说，房间里的画可以说话。说话的那个僵尸女突然面露狰狞，冲出画框扑了出来。乌索普3人又是一顿尖叫，僵尸女一把抓住乔巴，把他往画框里面拖。娜美冲过去抓住乔巴，和僵尸女搞起了拔河战。另一面墙壁上一个猪头标本的挂饰也活了过来，抓起2把刀丢向乌索普。乌索普反应很快，跳起来躲到一边。地面上的白熊皮地毯弓起身子，站起身扑向乌索普。乌索普急中生智，一跃而起，跳到了吊灯上面，将上面的蜡烛扯下来丢向白熊皮僵尸。火焰碰到白熊皮，立即就燃烧起来，整个屋子的画像都跟着扯嗓子尖叫。看来火焰对他们来说是致命伤。那艾斯如果来这种地方，不就无敌了？乌索普将手中的蜡烛到处乱丢，很快大厅里就燃起了大火。三人趁机向城堡的门口奔过去，结果却发现大门死死锁住，怎么扯都扯不开。僵尸群咆哮着围上来，地毯熊僵尸一拳头打碎了墙壁。乌索普3人只好向另一个方向逃命。僵尸们从四面八方涌过来，将乌索普3人逼到了壁炉。无独有偶，这里居然有一个密室的开关，三人直接翻到了墙壁的另一边，本以为能松一口气，结果这里边也到处是藏着僵尸的壁画。三人一边惨叫一边到处乱跑，有壁画的地方就有僵尸，这里就是活脱脱的一个鬼屋。这些僵尸也很无聊，除了吓人之外，也不会什么实质性的攻击。三人尖叫着跑到走廊尽头，看到了一扇门，想也没想，直接冲了进去，将门死死抵住。喘了一口气之后，三人发现这个房间里挂满了相片，相片上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。再仔细一看，这个女孩子十分眼熟，正是那个从井里面冲出来向乌索普丢盘子的贞子。娜美从桌子上找到了一本册子，里面全是关于这个女人的报道。她的名字叫辛朵莉，是一个很有名的舞台剧演员，原本是贵族出身，从小就很受欢迎。娜美随便翻了几页，突然她瞪大了眼睛，面露惊恐。在这页的报道上写着，这位辛朵莉小姐早在10年前就因为一起意外的演出事故从舞台上摔下来死了。仔细想想，他们看到那个女人脸上和身上都缝着线，一点都没有活力。再结合这篇报道，让人不得不把那个女人和僵尸联系在一起，也就是说，那个女人真的是僵尸。这个岛上所有的活物都是死而复生的死人，都是僵尸。三人吓呆了，果然如他们猜测的一样，这是一个充满僵尸的恐怖小岛，气氛越来越吓人了。乌索普不自觉地退后几步，结果被一个箱子绊倒，遇到箱子就要打开，这已经成了海贼们的职业病了。不过可惜的是，这个箱子里面不是财宝，还是吓人的僵尸。三人尖叫着奔出房间，再次被壁画上的僵尸围攻。这么一闹，终于惊动了城堡的守卫。一个身穿武士和服、腰间挎着武士刀、笑起来和那个活跃的骷髅头一样声音的剑士。乌索普三人一路没头没脑的狂奔，误打误撞找到霍古巴克的研究室。三人不敢贸然闯入，趴在门口小心翼翼的观望。霍古巴克似乎在做什么实验。床上躺着一个全身都是缝痕的男子，从皮肤血色上来看，他已经是一个死人了。和墓地里的那些僵尸一样，他的手臂上也有编号。
由此可以推断霍古巴克的确是在制造僵尸。那么就出现了一个疑问，根据乔巴行医多年的经验来说，高超的医术只能让人疾病痊愈，再怎么强化尸体也无法让死去的人复活呀。三人静静地趴在门口等着看谜底。那个身穿武士服的守卫慢悠悠地找了过来，三人顺着笑声回头一看，都愣住了，因为从声音来判断，这个声音应该是属于布鲁克的。但是这个男人的外貌明显是一个武士僵尸，武士僵尸二话不说冲过来就是一刀，乌索普三人断开营室的门飞了进去，被霍古巴克逮个正着。霍古巴克本想杀他们灭口，但是目前还有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即将开始的夜袭活动。所谓的夜袭就是以莫利亚为首的妖怪军团们对岛上村民们的袭击。不过这一次他们的目标又多了一个，就是几天前攻下司法岛，在整个世界被人们热议的草帽海贼团。与此同时，路飞一行人已经来到了霍古巴克的宅子前，抬头望去，似乎能看到宅邸的上空有个巨大的黑影。随他们而来的老人家解释道，那是个巨大的船帆，记得这个地方叫什么恐怖的三鬼帆船。没错，这个地方不是岛，而是一艘海贼船，是载着一整个村庄的世界上最大的海贼船。宅邸后面的塔楼就是这艘船的主桅杆，船长月光莫利亚就在那里。0点的钟声响了起来，莫利亚从噩梦中苏醒，手下的3大干部们在城堡中聚首。这里是死者们的魔境，恐怖的三鬼帆船夜袭开始了。